恭喜各位有缘人刷到这个视频，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吉祥如意，为己为人为国为天下祈福，愿大家好运爆棚，万事顺利。今天咱们来聊聊那些关于2025年的预言。你是否也在茶余饭后听到过种种传闻？有人说未来街头巷尾皆是绝望之人，更有甚者言之凿凿称2025年的预言正在逐渐变为现实。台北的命运更是让人震惊，还有那所谓的世上唯一安全之地，听起来像是末世求生指南。但且慢，在这信息洪流中，我们更应保持清醒与善良。正所谓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。你怀揣善意，菩萨自会明察，福运与财运都将悄然而至。这并非迷信，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期许。要是你觉得这段视频与你有缘，就大方点个赞，顺手订阅一下吧。在评论区留下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万事皆如意，这不仅是对生活的美好祝愿，更是给自己和家人接财接福接旺运的仪式感。让这祝福化作生活的助推器，让日子旺到极致，干什么都顺风顺水。点赞留言，说不定能旺3代哦。毕竟传播正能量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让我们一起静观2025年的风云变幻，以善良为舟，智慧为桨，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，驶向充满希望的彼岸。直到今天，世界各国都有各种各样所谓的预言师，他们预测国家命运，也预测人类的未来。西方有个特别厉害的女预言家，她生前预言的事全都成真了，临死前留下7个字，还跟东方有关呢。这个预言家叫珍妮·迪克逊，珍妮·迪克逊 Jane Dixon。1904年1月5日，1997年1月25日是美国著名的占星师灵媒和预言家。他以发表大量关于政治、战争、灾难和名人命运的预言而闻名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声称曾预言约翰·肯尼迪总统遇刺。1904年1月5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，本名 Lydia Emma Pinkert， 但后改名为 Jane Dixon。童年时期，他声称自己在水晶球中看到了未来，并开始展现出灵媒能力。长大后，他搬到华盛顿特区，在那里成为了一名职业占星师和预言家。20世纪40年代，他开始为政治家、企业家和好莱坞明星提供预测和建议，逐渐积累知名度。1956年，他在一本文章中预言1960年美国总统将是一名民主党人，并将在任期内遇难。这个预言在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，使他声名大噪。1965年，他出版畅销书珍妮·迪克逊的预言 A Gift of Prophecy， 销量超过300万本。之后，他继续发表各种预言，并在报纸上开设专栏，每天都有大量读者关注他的预测。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如尼克松总统曾向他咨询未来的政治走势。1997年1月25日，珍妮·迪克逊因心脏病在华盛顿家中去世，享年93岁。他的名字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。著名预言，成功的预言。肯尼迪遇刺1963年。1956年，他曾预言1960年的总统是一名民主党人，但他将在任期内被暗杀或死于任内。1963年，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，使他的预言成为现实。印度总理尼赫鲁之死。1964年，他曾预测印度总理尼赫鲁会在1964年去世，最终这个预言准确应验。阿波罗11号登月。1969年，20世纪60年代，他曾预测人类将在1969年前成功登月，而这一预言也成功实现。尼克松总统的胜选。1968年，他准确预言了尼克松会当选总统，并在第2个任期遭遇巨大危机，最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。戴安娜王妃的婚姻悲剧。1981年，他曾预言戴安娜王妃的婚姻不会幸福，最终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于1996年离婚，并在1997年因车祸去世。珍妮·迪克逊效应 Jane Dixon Effect。由于他的许多预测成功，但也有大量错误的预言，因此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珍妮·迪克逊效应。
该效应指的是人们倾向于记住某些成功的预测，而忽略失败的预测，从而误以为某人具有神秘的预知能力。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预言家之一，许多政治家、商人、明星都曾关注他的预言。他的预言能力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。有人认为他是天才灵媒，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擅长模糊预测的江湖骗子。无论如何，他的预言仍然让人津津乐道，并成为历史上的神秘人物之一。1997年，93岁的珍妮·迪克逊因为心脏病快不行了，做出了他人生最后一个预言。这个预言是关于人类命运的。苏联解体以后，西方资本主义的老毛病都冒出来了，全世界都特别关心人类的未来。这时候，珍妮·迪克逊留下了7个字：人类未来在东方。这个预言可不是说台湾。很明显，珍妮·迪克逊觉得世界的未来在东方，只有东方能解决世界的矛盾和困境，带着人类走向繁荣和谐。珍妮生前还说过，21世纪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领导世界，这个领导者可能是个中国人。珍妮还预言，未来东方会出一个拯救人类的圣人。他说，他是因为2次在水晶球里看到了圣人诞生的景象，才这么预言的。第1次，他看到一条带着金色光芒的蛇，把它紧紧围住，这条蛇面向东方。第2次，他看到一个婴儿诞生，这个婴儿就像救世主一样，闪着耀眼的光，从东方慢慢升起。之后，他能把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，一起对抗困难。珍妮的超能力特别神奇，他能轻轻松松看到未来。他给人或者事儿占卜的时候，这人或者事儿的过去未来就像放电影一样，在他眼前一幕一幕的出现。1997年，珍妮快不行了，临终前，他留下一句话：美国将会衰败，人类的希望在东方。有调查者研究珍妮对未来的预言，发现和2025年有关的有3条。第1条，所有被人类分裂的土地都会打起仗来，最后走向和平统一。谁先挑起战火，谁就会被战火反伤。那些有邪恶信仰的人会露出魔鬼的真面目，被大家看清。所有靠罪恶得到的东西都会被收回去。上帝以前赶走的人还会继续被赶走。第2条，大自然的力量会越来越明显，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会更频繁地发生。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国家会遭受特别严重的灾难，瘟疫和细菌会从魔盒里跑出来，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第3条，未来女性领导者会越来越多，成为主导，社会会变得不那么暴力，更加理性。东方会出现一个特别伟大的人，这个人会在互爱的信念下把全人类团结起来，彻底改变现在的一切，建立一个新世界。这对人类来说可能还很遥远，但对神来说就像一天那么快。清朝光绪年间，有个佛家高人写了本部须大师预言诗，里面说：是于3分有圣人，出玄子奇观，文章祈福，天地复明，处置万物，四海讴歌，应受其福。这是在说圣人，也预示着未来中国会出圣人。诸葛亮的马前课和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里也都分别写了明朝的国运，还有未来世界里圣人的出现。其实不管这些预言是真是假，圣人会不会出现，我们现在都得往前走，让人类文明不断进步，这样才能带动大家一起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，过好每一天，才是我们该做的。除了珍妮的预言，西方预言家霍金也经常讲他对人类、地球人工智能还有太空的看法，每次都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最近，霍金又预言人类可能在2600年就灭绝了。他认为地球人口越来越多，能源消耗也跟着增加，地球以后会变成一个大火球。他说，人类如果想躲过这场灾难，就得寻找下一个能居住的星球。除了这次预言，霍金在许多公开场合还说过不少惊人的预言。2032年，地球进入冰河时代，全球气候变暖。2060年，人类会离开地球，移民火星。
2100年，人类进入外太空，出现新人种。2215年，地球会遭遇灾难性毁灭。霍金的这些预言每次都让大家特别惊讶。至于到底靠不靠谱，现在还无法验证。不过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现在地球正被人类破坏。人类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担忧，瘟疫、暴雨、洪水、战争、地震、腐败、雾霾，大家都感受到了。我们所生活的时代，到处都是灾难。这些灾难看似和我们个人没关系，但其实和我们的行为有很大关联。过去，蓝天白云、明月清风，现在都成了回忆。书里写的那些地上的动物、植物，地下的各种资源，只要人类觉得有用，都会被开发利用。现在的河流已经不是以前孩子们能随便玩水的地方了，水不再清澈，食物里充满化学污染，我们只能寻找有机食品。如今生活中不安全的因素太多了，人类就像拿着欲望的铲子给自己挖坟墓。人们常说天灾人祸，但如果没有人祸，哪来的天灾？地球就像人的身体，它是一个有形的存在。如果人类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，破坏生态环境，地球也会像人生病一样，最终无法支撑。真正的灾难不只是环境的崩坏，而是信仰的消失、道德的败坏、人性的堕落和贪欲的膨胀。现在的社会风气恶劣，人心出了大问题，这可不是人心不古能形容的。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人心的问题就像潘多拉魔盒放出的恶魔，想要收复太难了。而所有的灾难归根结底都是由人心导致的。老子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类本该顺应自然，尊重生命，维护生态和谐，但如今大自然的因果规律正逐渐显现，惩罚着破坏它的人类。佛陀曾说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都是相互依存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地球没了，人类也会随之消亡。人类如果想要继续生存下去，就必须保护地球。所以我们要深思，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，究竟是不是人类的因果报应？世人不信因果，但因果从不会放过任何人。人生在世，做每一件事前都要想一想，这是积善还是造业？善念善行，福泽深厚；恶意而为，终有报应。行善积德的人，自有菩萨庇佑，福运绵长，财运亨通。若你有缘看到这句话，不妨留下一句祝福：平安顺遂，万事如意。为自己为家人，接财接福接好运，让生活红红火火，一顺到底。相信善念的力量，或许你的福气就在这一次善意的点赞与留言中悄然降临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，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